如果你最近也在看 AI 影片生成工具，那你应该会发现一件事，现在已经不是能不能生成影片的问题了，而是谁比较稳，谁比较听得懂指令，谁做角色一致性比较不会翻车。最近我看到 Lit Media 这边已经把 Clean 3.0 Omni 放上来，而且平台本身也能看到像 Seedance 2.0 Clean 动作控制、文字转影片、图片转影片、影片延长这类功能入口。所以这次我想直接用创作者最在意的角度来聊，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拿来做内容， Clean 3.0 Omni 到底强在哪？又有没有哪里还不能神化？今天这支影片我会用最实际的方式来看：一，它适不适合做有角色参考的影片；二，跟 Seedance 2.0 比差异在哪；三，如果你是创作者，现在到底该先学哪一套流程？一， Clean 3.0 Omni 不是全面碾压，但它很适合可控型创作。我先讲我这次最直接的感受。Clean 3.0 Omni 最吸引我的，不是单纯画质，而是它明显在往可控生成走。根据目前公开资讯， Clean 3.0 系列是建立在新的多模态框架上，强调的不只是生成一段好看的影片，而是更进一步去做叙事精度、画面品质、电影感控制。而外部整理资讯也指出， 3.0 Omni 这一代很大的重点是把文字、图片、影片、元素、音讯这几种输入放到同一个生成流程里，并且强调元素一致性、多镜头叙事、角度与声音绑定。翻成白话就是，以前很多 AI 影片工具，你丢一张图，打一段 prompt， 它能帮你做出来。但现在 Clean 3.0 Omni 比较像是，你不只是要它做出来，而是要它照你的角度、你的镜头、你的节奏，把片段做得更像成品。这件事对创作者很重要，因为真正麻烦的不是第一支生成成功，而是你第二镜、第三镜、第四镜，角色还是不是同一个人。二 Clean 3.0 Omni 的核心特色，对创作者最有感的其实有3个。一 All-in-one Reference 的逻辑更适合做参考生成。Clean 3.0 Omni 的一个重点是它把图片、影片、元素、文字都当成提示来源来理解。这代表你不是只能写一句一位女生站在街头，你可以更像是在交代导演，这是角色长相，这是画面风格，这是你要的动作氛围，这是镜头节奏。这种模式最适合哪种人？就是你平常做内容已经不是随便玩玩，而是你脑中其实有画面，你希望 AI 帮你的是落地，不是乱猜。二，角色一致性是这一代很值得看的地方。外部整理资料提到， 3.0 Omni 对比前一代，在元素一致性上有明显提升，角色跟物件在不同镜头、不同场景下会更稳，失真跟变形也比较少。这个提升很关键，因为你只要做过 AI 影片就知道，很多时候不是单张不好看，而是跨镜头人格崩坏。同一个角色，第一镜很好看，第二镜像 Cousin， 第三镜直接变陌生人。如果 3.0 Omni 在这里真的更稳，那它的价值就不是新模型3个字而已，而是你重做素材的次数会下降。三，分镜叙事能力，让它更接近内容工具，而不是玩具。公开整理资料指出， Clean 3.0 Omni 支援多镜头叙事，单次最长约可到15秒，而且可逐镜头设定秒数、景别、角度、台词与运镜。这点我觉得超重要，因为很多人一直把 AI 影片工具拿来做一镜到底炫技，但真正能拿去做 Shorts 广告片情境示范的，反而是这种可分镜、可控节奏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 Clean 3.0 Omni 比较像在回答一个现实问题： AI 到底能不能从单一画面走向真正能剪进影片里的素材？三，那它跟 Seedance 2.0 差在哪？我会这样看，如果你最近有在看这类模型，应该也会常常听到另一个名字 Seedance 2.0。 Seedance 2.0 官方主打的是统一多模态影音生成架构，支援文字、图片、音讯、影片输入，而且特别强调动作稳定、声画联合生成、导演级控制，像是表演、光影、镜头运动都能更细的控制。所以如果要很简单的讲两者差异，我会这样下判断： Seedance 2.0 比较像偏导演感的多模态生成工具，它在官方描述上给人的感觉是更强调整体影音沉浸感、镜头语言、动作与声画整合。 Clean 3.0 Omni 比较像偏创作者流程导向的多模态工具，它很强调元素一致性、角色参考、声音绑定、分镜叙事，所以你会更容易把它想成一个拿来做短内容、品牌素材、角色型叙事的生成系统。但我要讲一个很真实的点，这不代表 Clean 就一定比 Seedance 强，或 Seedance 就一定比较高级。它们比较像是两种创作逻辑，
如果你今天很在意的是多模态控制很完整，你希望画面更有导演感，想把音讯、表演、镜头语言一起纳入思考，那 Seedance 2.0 会很吸引人。但如果你今天的需求更偏，我要矫正稳，我要参考图、参考影片一起吃进去，我要分镜能落地，我要拿来做社群短片、商业内容、矫正型素材，那 Kling 3.0 Omni 这条路就会很合理。4. 那 Lit Media 这种多模型平台的价值在哪？我觉得这次还有一个值得讲的点，不只是模型本身，还有平台形态。因为现在 Lit Media、Lit Video 这类平台，官网上已经可以看到它不是只放一个模型，而是把 Seedance 2.0、Kling 3.0、Omni、Kling 动作控制、文字转影片、图片转影片、影片延长、影片增强等不同工具集中在同一个创作入口里。这种平台对创作者的好处就是，你不用一直在不同服务之间跳来跳去。今天你可以先用某个模型跑矫正参考，再测另一个模型的镜头感，最后再补延长、补增强。这对做内容的人其实很有感，因为真正花时间的不只是生成，还有测试、比较、重来、拼接流程。所以如果你是长期在做内容的人，这种平台其实会直接帮你省掉很多时间成本。而我会建议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的终身方案，因为这种多模型平台之后只会越来越贵，功能越来越多。现在锁价格其实就是在锁未来成本。如果你本来就会长期用 AI 做影片，这个会比你一直订不同工具更划算。连结我放下面，你可以自己去试看看。5. Kling 3.0 Omni 值不值得拍？我的答案是值得，而且很适合拿来拍比较型或实测型影片。因为它现在最有看点的不是单纯新模型，而是它代表 AI 影片工具又往前走一步，从生成片段走向控制矫正与分镜。但我也不会把它讲成万能。这类模型目前共同的现实还是，你给的素材品质、提示词清晰度、参考元素设计，会直接影响成片。所以不是换一个新模型，就能自动从60分变95分。它比较像是把天花板拉高，但你还是要知道怎么下指令，怎么给参考，怎么做分镜规划。所以如果你问我它最适合谁，我会说最适合这3种人。第一种，想做矫正型短片的创作者；第二种，要做品牌广告素材的人；第三种，已经玩过 AI 影片，但开始在意一致性与可控性的进阶使用者。如果你们想看我下一支直接实测，我可以真的做一支 Kling 3.0 Omni vs Seedance 2.0 的完整对比，包含同一组 prompt、同一组矫正参考、同一个分镜，看谁更稳，谁更像可直接用的素材。那今天留言区我想直接让你们选 A. 我最在意矫正一致性， B. 我最在意电影感与镜头控制， C. 我最在意哪个模型生成后比较能直接商用。你是 A、B 还是 C？ 直接留言告诉我。如果这支影片你想看我顺便把 One 2.7 也一起拉进来做3方比较，也可以打个 One。 目前公开资讯显示，阿里巴巴新发布的 One 2.7 主打的是 Thinking Mode 更高一致性、精准色彩控制、长文本渲染与进阶编辑能力，所以后续也很有机会成为另一条值得比较的线。这里是炫创意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